直板勾手发球讲解。各位球友，大家好。在业余的初中级爱好者当中，由于勾手发球会的人比较少，而且勾手发球的动作又比较隐蔽，所以很多人发不好，也接不好。这节课呢，和大家一起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之前呢，横版的勾手发球呢，我已经发过视频了，大家可以在我的主页当中去观看。那么直板的勾手发球呢，这节课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直板勾手发球的握拍呢，和正常的正手弓、反手推挡，包括横挡的握拍是都不一样的。那么既然是勾手发球，手呢就要勾起来，主要是呢手腕勾起来。那么球拍呢，也并不是在小臂的延长线上，是向里扣形成一个钩子的形状。那么这样呢，能保证摩擦到球的右后下或者是右后上。那么摩擦到拍子的位置呢，侧上和侧下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侧下呢偏球拍的下端，侧上呢偏球拍的上端。侧上、侧下因为摩擦球的部位不一样，所以摩擦拍的位置呢也不一样。我们在发球或者接发球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一下。勾手发球呢，我们知道发力的方向呢，如果是侧下旋是向左前下，如果是侧上旋呢是向左前上。那么既然有这个方向的发力，我们在抛球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想发出质量，就要略带一点点挥抛，以便于我们能够合上力。那么一提到挥抛呢，我们业余选手可能比专业选手还要敏感。一说到挥抛，这个犯规。那么正式比赛当中，我之前也有一个视频讲的就是挥抛和遮挡大家可以在主页的置顶看一看这个视频。正式比赛当中的挥抛呢，不大于30度就不会被判为挥抛。所以说你要合理的去利用规则。讲完了抛球，我们讲一讲引拍。那么勾手发球的引拍呢，是向后引拍，向后引拍，基本上呢是你的前臂贴紧你的肋骨向后来引。那么击球的时候，或者说摩擦球的时候，要比顺旋转击球点这个位置更偏身体后边一点点。比如说顺旋转我们在这儿击球，那么你勾手要更偏后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勾手发球更隐蔽，就是在引拍的时候你是看不着手的。那么顺旋转相对来说看到的面积还要更大一点。那么一旦勾手，只能在出手那一瞬间看出球拍与球摩擦的位置，包括发力方向，就已经不错了。所以说很多人看勾手发球，10个有9个挥抛，有9个遮挡。那么其实呢，正式比赛当中的遮挡只是看你球和拍接触的一瞬间，并不是看球运行的过程当中你球拍的位置，这个是不需要向你展示的。我抛起来之后，我手拿到后边都没关系，只要我接触球的一瞬间，你能看出我拍和球这个击球点。其实这个击球点看到呢，规则规定也是两端网柱以击球点形成的虚拟三角形之内，不允许有身体或者是球衣或者是你的同伴双打的同伴遮挡，就不会判为遮挡。所以说在之前这个手你不用太顾忌这是不会判的，就看这下球拍接触这下挡没挡就可以了。那么说到发球呢，我们应该是合理的或者是充分的利用规则你比如在20年前遮挡的时候允许遮挡发球的时候，多数的男运动员都采用侧身位的正手来发球。那么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会采用遮挡可能我印象当中就萨姆索诺夫可能不遮挡。所以说他在比赛当中，在有遮挡的年代，他的发球质量也没有那么高，或者说比赛中的威胁远没有遮挡的这些人发得好一提到谁发球好，你永远不会想到萨姆索诺夫发球好，是不是？那么我们要合理的去利用这个规则。一个是你可以略微带点挥抛，不到30度他不判你，在引拍的时候他不会看你这个拍球的遮挡。
只是接触球的一瞬间，你不遮挡就 OK 了。那么如果你超越规则，你说我抛球我就直上直下，我这引拍就在这儿，那么在比赛当中你肯定会吃亏，一是合不上力，二你的引力性就会很差。所以说你愿意清高那没有问题，但你不能要求所有的发球运动员都像你一样的清高，你这个是没有道理的。接下来我们讲讲直板勾手。第一个阶段，原地抛不抛球都可以，你去摩擦，如果是侧下旋，右后下方的球拍的下端；如果是侧上，球拍的上端，摩擦球的右后上。这就是侧上。第一个阶段呢，你可以击球点稍微高一点，这样呢有利于提高你的命中率。侧下旋，侧上旋。第二个阶段，身体重心稍微低一点，击球点大概在与网通高附近。短球一般可以稍微再高一点点，长球呢基本上与网通高。侧下旋，侧上旋。第三个阶段，我们要加一些身体的力量。那么抛球以后，重心由左脚过渡到右脚，由左脚过渡到右脚。要摩擦球的时候，重心从右脚向左脚过渡，这样是合力。这是侧下旋，这是侧上旋。到第四个阶段，单纯的发出侧下旋和侧上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把这二者的动作呢做到尽量的相似。比如发侧下旋的时候，我们向前下方用力；发侧上旋的时候，也向侧下用力。侧下旋向下卡，侧上旋也是向下卡，这个动作就有一定的迷惑性了。直板勾手发球慢动作演示。